7岁的海蒂是一个孤女孩，由她的姨妈代养。姨妈如今在法兰克福找到了一份工作，不能总这样带着她了，便跋山涉水来寻找居住山间的爷爷，请求爷爷收养海蒂。据这里的山民所知，爷爷性格孤僻，以前甚至与儿子吵架，他不可能收养这个孙女的。充满童真的海蒂并不知情这些，她一眼就喜欢上这里，脱下了负重的衣物，奔跑在山间田野中嬉闹。独居的爷爷此时正在劈着柴火，姨妈上前说明了来意，然而爷爷并不接受海蒂，吼道让他们赶紧离开。姨妈见状便与海蒂道了别，接着独自离开。爷爷却关上了屋门，他在窗角偷偷的观望。还好海蒂乐观阳光。晚上外面电闪雷鸣，他跑进羊圈睡了一晚上。到了第二天，爷爷给海蒂接一碗羊奶后，便拉着他来到了镇上，寻求牧师帮他找个归宿。哪怕牧师竭力劝说爷爷，爷爷也仍不想抚养海蒂。牧师需要留意几天，如果找不到归宿，就会把海蒂送到孤儿院。这几天需要爷爷照看他。回到家，海蒂问爷爷：“今天我还睡羊圈吗？”爷爷说：“你爱睡哪里就睡哪里吧。”来到屋内，却只有一把椅子和一张床。于是海蒂跑上2楼，2楼是爷爷储备的干草堆。海蒂兴奋地扑了进去，这里就变成了他的房间。晚上吃饭时，海蒂恳求地说：“爷爷，我不想去孤儿院。”爷爷看了他一眼，他没有回应，继续埋头吃饭。隔天清晨，彼得一大早就上山了。他是这里的羊司令官，每天早上他都会来放羊。昏暗狭小的小屋内照耀出一束亮眼的金光。海蒂从朦胧中醒来，他兴奋地跑下楼，喝了一碗牛奶后，便匆忙地开始洗漱。彼得牧羊时也带上爷爷的2只小羊，爷爷便让彼得带着海蒂一起上山。爷爷给海蒂准备了便餐后，两人随即就出发了。海蒂非常的喜欢这里，跟姨妈居住的时候，每天都是待在屋子里。这里不仅风景优美，还可以在外面玩。远山在云雾中若隐若现，山谷回荡着鸟儿欢快的叫声。但彼得却不这样想，他一直生活在这里，填饱肚子才是正事。看着一旁的海蒂正跟小羊有说有笑，便趁他不注意偷吃了他的香肠和奶酪。海蒂发现食物变少时，彼得却把矛头指向了山羊。不知道，也许是山羊吃的吧，反正不是我。话音刚落，2只山羊就缠斗了起来，彼得直接抽打他们。海蒂连忙上前阻拦。海蒂说：“只要你不再打小羊，我愿意每天都把1半的食物分给你。”彼得爽快地答应了。临走之际，彼得却告诉海蒂不要把食物的事情告诉爷爷，村里人说他杀过人。这样的一句劝告，瞬间就让海蒂阴郁起来。晚上吃饭时，他2条腿颤个不停，内心挣扎了些许片刻后，他决定继续回羊圈睡觉。爷爷也察觉到了不对劲，并安慰道：“你应该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，不要轻信谣言。”海蒂回味爷爷的话，他也终于放掉了障碍，上前拥抱了爷爷。完罢，他便直接跑上了楼。爷爷看着眼前的一幕，甚至有些动容，因为这一刻他被理解了。村里没有人理解他，这个只认识1天的孙女，却理解相信了自己。第二天，海蒂还是依旧与彼得一起牧羊，2个人玩得不亦乐乎。然而欢乐却是暂时的。海蒂说：“明天我就不在这儿了，爷爷会带我到牧师那里。”彼得感到怅然若失，一想到又要一个人陪傻山羊了，他就气不打一处来。海蒂回到家后，却突然看到桌旁莫名多出了一把新的椅子，这是爷爷给海蒂做的。他决定让海蒂留下。海蒂和彼得开心雀跃，山谷留下他们欢快的印记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冬天马上就要来了。彼得说他明天就不会再上山了，因为他要去上学，要到明年的春天才会回来。海蒂问爷爷：“我可以去上学吗？”然而爷爷却并无回应。有一天，爷爷拉着海蒂下山卖羊时，居民不仅反感爷爷，嘴角还挂着闲言蜚语。爷爷不予理会，紧拉着海蒂迈步前进。来到交易所，牧师就告诫爷爷，海蒂应该去上学，可爷爷却说，冬天下起雪来，他没法独自上下山。望着街道成群的孩子们，海蒂的神情满怀羡慕。自己唯一的朋友彼得，冬天也不能陪着自己了。时间飞逝，转眼间来到了冬天，轻盈的雪花悄然落下，将整个山脉染成了白色。但海蒂却无心欣赏，只能期盼冬天过得快一点，春天就能与彼得在一起了。爷爷也看出他的心思，隔天便拿出了雪橇，拉着海蒂下山探望彼得。灌木丛林一路穿梭，不时弥漫着海蒂的欢笑声。来到彼得家里，彼得此时还没有放学，妈妈和奶奶热情地招待着海蒂。妈妈是一个单亲母亲，奶奶如今年事已大，双眼也失去了视觉。彼得终于回来，2个伙伴兴奋地抱在了一起。吃饭时，彼得开始抱怨说，学校很无聊，阿尔卑斯山的人们根本没必要识字。海蒂想把面包分给奶奶，但面包是硬的，奶奶几乎没有牙齿，她吃不了硬的食物。海蒂一脸同情地看着奶奶。晚上，爷爷来接她回家时，海蒂感叹说，我们还算幸运。恍惚之间，冬天悄然地带着冰雪融水离去，石缝中的嫩芽露出蓬勃生机。阿尔卑斯山又迎来了春日的暖阳，辛勤的村民开始忙活起来，看似平静惬意，却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姨妈来了，她想将海蒂带走，送到法兰克福有钱的人家。听到这，爷爷立马就火冒三丈，
爷爷说海蒂属于这里是我的，谁也抢不走。见爷爷没有妥协，姨妈并没有放弃，她又直接找到了海蒂，跟海蒂谎称爷爷同意了这件事情。说完便匆忙地拉着海蒂离开。此时爷爷发现海蒂已不在山，意识到事情的不对劲后，他心急如焚地跑下了山，试图拦截追赶他们，但最终却晚了一步。爷孙俩真正的离别了。村民们在一旁冷眼讥笑，爷爷一脸愁容，蜿蜒的鹅卵石道上剩下他孤单落寞的身影。海蒂被姨妈拉上火车，望着驶行渐远的山脉，这一刻他心里五味杂陈。法兰克福是繁华的城市，这里没有山峰的壮观，唯有房屋紧密的相邻相凑；这里没有鸟儿的叫声，唯有马蹄急踏路面的响声。他们来到富人塞瑟曼家，这里的男主人因为妻子很早去世，他很少陪着孩子，所以一直想给女儿找一个玩伴。姨妈便为了赏金，千里迢迢将海蒂送到这里。女管家迈尔端庄站起身来，她四处打量着海蒂，看着这个邋遢脏乱的小女孩，显然不是很满意。姨妈和她来到一旁，一阵苦口婆心劝说下，对方这才同意收下海蒂。领到赏钱后，姨妈高兴地扬长而去。克拉拉是这里的千金，她长着一头秀丽的金发，身着华丽的公主裙。虽然她有着动人的美丽，但却只能坐在轮椅上。看到海蒂后，她瞬间就露出了甜甜的笑容。两个人很快就玩到了一块，但海蒂却不小心撞坏了花瓶。面对迈尔的责问，克拉拉却说是自己不小心弄的，帮海蒂扛下了错误。海蒂想起奶奶吃不了硬食物，便偷偷地将面包揣进衣服，期盼有朝一日送给奶奶。城堡里虽然衣食无忧，但规矩却数不胜数。吃饭不能手端，不能随意聊天，不能随意乱跑，不准大声说话，每天要按照固定时间的生活作息来进行。海蒂一时间难以适应。晚上睡觉时，海蒂辗转反侧，她想爷爷、奶奶、彼得，想念阿尔卑斯山的一切。醒来后，海蒂想像以前一样打开窗户，女佣人发现后制止了海蒂。看着这个浑身脏乱的女孩，她露出了一脸的厌恶。随后，女佣人粗暴地给海蒂洗了澡，换上了华丽的公主裙。海蒂还因不识字母，让家教老师近乎发狂。一天中午，海蒂睡不着，让管家帮她打开了窗户。她朝外面探去的时候，却没有看到任何山脉。海蒂有些失落，管家安慰道：“要想看得更远，你要到那座的更高的宝塔才行。”于是，海蒂推着克拉拉，两个人偷偷地来到了外面。在乞丐的指路下，他们到了久违的宝塔。克拉拉在外面等候着，并买下一群嗷嗷待哺的猫仔。此时，海蒂已经来到了宝塔顶端。当他兴奋地朝外面看去的时候，外面却是一片的红墙黄瓦，仍看不到山脉的踪迹。管家发现了他们消失后，随后火急火燎找到了他们。回到城堡，迈尔大发雷霆地训斥海蒂，并罚他面壁思过，不准吃饭。海蒂也正好不想留在这了，与克拉拉相拥后便准备离开。迈尔把他拦了下来，因为海蒂要走，克拉拉也因此生病了。他想让海蒂一直留在自己身边。这天，克拉拉的爸爸和奶奶回来了。迈尔刻意打扮一番后，与众人在走廊接待他们。一见面，他就开始诉说海蒂的种种缺点，想借以此来把海蒂赶走。当奶奶得知海蒂还不识字后，便给海蒂读起了故事书。故事还没讲完，就让海蒂自己来读。海蒂被故事吸引了，很想知道故事后面是怎样的，但海蒂并不识字。海蒂说：“彼得说过，人不一定非得要读书。”奶奶说：“但人也不一定非得相信别人的话。”海蒂恍然大悟，这一刻也让他对读书充满了兴趣。奶奶看得出来，海蒂在这里并不开心。她找到自己的儿子男主人诉说，可男主人并不愿意让海蒂离开，因为克拉拉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开心过。晚上，女佣人正在喝酒，此时周围回荡起了诡异的声音，大门时关时开的，这把她吓了一跳，认为是有鬼在作祟。管家也察觉了事情的不寻常，男主人只好下令不许将这件事告诉孩子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海蒂在废寝忘食的努力下，终于做到了完整的朗读课文。家教老师见此幕，双眼激动的饱含泪花。男主人得知此事后，他高兴极了，并决定将海蒂永远留下来。可海蒂却一直郁郁寡欢，他太想念阿尔卑斯山和爷爷了，抱着爷爷雕刻的木鹰，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闹鬼的事情还在持续，男主人和医生决定一起调查。果不其然，没一会，这股诡异的声音又传来了。正当他们拿起武器准备一探究竟的时候，却发现了海蒂出现在门口。原来是因为他太想念爷爷和家了，思虑过重，导致得了梦游症。这股诡异的声音正是海蒂梦游时开门的声响。医生问海蒂梦到了什么，海蒂说自己梦到爷爷了，藏那么多面包是为了给阿尔卑斯山的奶奶，因为奶奶吃不了硬食物。医生告诫男主人，海蒂精神受到了严重的创伤，必须马上将她送回家。可男主人却害怕这样做会伤害到克拉拉。几番交流后，医生见男主人依旧不答应，他生气地怒道：“不答应也得答应！”随后便转身离去。同时，医生的这一吼也让男主人的内心泛起挣扎。他望着女儿、妻子的画像，开始沉思，失去家人的感受。男主人也再明白不过，
最终他决定同意将海蒂送回阿尔卑斯山，跟克拉拉坦诚相告后，克拉拉一阵苦苦哀求父亲不要让海蒂离开。为此，父女二人大吵一架。男主人坚定让海蒂离开。随后，克拉拉回到了房间，她紧锁屋门，在屋内痛哭流涕。海蒂怎样敲门，克拉拉始终都毫无回应。在临走时，海蒂把爷爷雕刻的木鹰交给了男主人，请他转交克拉拉，希望克拉拉有朝一日能来阿尔卑斯山看望自己。火车一路行驶，窗外露出久违的山脉，海蒂也洋溢出了灿烂的笑容。最终，他还是回来了。彼得和海蒂重新相遇，来到了彼得的家里。海蒂将柔软可口的面包送给了奶奶，随后她脱掉了公主裙，再一次向山上奔跑。爷爷此时正在修理屋顶，听到了海蒂的声音，他激动地爬下楼梯，与海蒂紧紧地抱在了一起。无数个日夜思念，海蒂也终于回到家，回到了爷爷的身边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转眼又到了冬天。爷爷为了能让海蒂上学，冬天特意搬进了村里，村民们也逐渐改变了对爷爷的看法，彼此慢慢熟络起来。在此期间，海蒂一直在给克拉拉写信，希望她有朝一日能来看望自己。奶奶在床边陪着克拉拉，当时为与海蒂道别，克拉拉深感愧疚。在奶奶的开导下，克拉拉来到了阿尔卑斯山，看到彼此，他们都高兴极了，互相拥抱起来。但彼得却醋意大发，被海蒂晾在了一旁。奶奶想让克拉拉在这里玩个几天，爷爷也畅爽地答应了。两个人在2楼的干草堆上疯打嬉闹，海蒂扔开了克拉拉的衣服，一起享受着无拘束的自由。早上，彼得来牧羊时，海蒂热情地给他们介绍彼此，可彼得却不想和克拉拉一起上山。随后，他独自一人离开了。克拉拉神情有些失望，但很快又被海蒂的欢乐所感染了，负面的情绪也一扫而空。彼得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，他气急败坏地让小羊自己回家。晚上，两个人望着窗外的流星，一起许愿。就这样，从早到晚，始终回荡着他们欢乐的笑声。可这种笑声却让彼得深感烦躁。克拉拉没来之前，这种欢笑是只属于他和海蒂的。克拉拉来了之后，一切都变了。他决定展开报复，将克拉拉的轮椅推下了山崖。清脆的震荡声回荡在整个山谷之中。发现轮椅不在后，海蒂他们四处寻找。爷爷看着扬长而去的彼得，便也已然知晓了答案。随即，爷爷带着他们上了山。彼得愧疚地躲在一旁。爷爷告诫彼得，在傍晚之前照顾好他们。说完便离开了。而此时，克拉拉看着山上的美景，她从来没有见过这等景象，自然的美把她震撼了。一只蝴蝶落在了他的脚上，他想伸手去抚摸时，蝴蝶却飞走了。克拉拉试图追寻他的足迹，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这一刻他站了起来。目睹这一切的海蒂和彼得连忙扶着克拉拉一步一步走路。慢慢的，克拉拉也逐渐掌握了平衡。此时，男主人和奶奶来到了山上，见到女儿摆脱轮椅，他激动地流下了眼泪。奶奶也给海蒂带来了一本故事书，可这本故事书却都是空白页。奶奶告诉海蒂，故事需要你自己来写。海蒂和爷爷是由阿兰·葛斯彭纳执导，于2015年上映的作品。该片改编自约翰娜·斯比利著同名长篇小说。电影获得2016年巴伐利亚电影奖最佳儿童片第66届德国电影奖杰出儿童或青少年电影提名。这是一部温暖仿若童话的电影，每个人都有这个世界最善良的人性。平淡的剧情却又有很强大的力量。电影穿梭在阿尔卑斯山与法兰克福2个不同地方，从草原到城市再到回归，记录着海蒂不断的成长。童年期的海蒂没有被坎坷的命运所打垮，用灿烂的笑容感染着每一个人。爷爷与海蒂日渐相处的过程中，逐渐被他的真诚所打动，也正是在他纯真的感情感染下，让原本孤僻倔强的爷爷变得开朗起来。总是欢声笑语的海蒂也有负面的一刻，他想写故事成为作家，但却被同学们所嘲笑，甚至内心久久陷入纠结。还好在奶奶的开导下，海蒂又重新找回了自我。正如奶奶所说，如果想要做什么就放开了去做，不要在意别人说什么，要相信自己。喜欢影片请点赞，我是白昼，订阅关注我，下期更精彩哦。